哎，开玩笑总得有个头吧？为什么总跟吊爷的头过不去 ？OK， 本期的赵赵乱谈带来的是迪奥脑袋的奇妙冒险。众所不周知，一吊传9代，人走吊还在。吊爷才是调调真正的主角。他因为生活所迫入赘乔家大院，后来稀里糊涂成为吸血鬼，寻思实现面包自由，结果被人形白金初代乔分头行动。这要是一般人早就重开了，但吊爷是吸血鬼啊，他又有了新目标，夺取初代乔的身体，合二为一。俺たちはこの世において2人で1人。吊爷先手一发镭射眼，成功把初代乔打成大残，可对方用最后的波纹控制僵尸文青死死抱住传动轴，从而引发了轮船爆炸，跟满船的僵尸同归于尽。吊爷的头表示我还想成为100岁老人呢，便用最后的力气去夺取初代乔的身体，结果被爆头杀。ディオ、君の言うように、僕らはやはり2人で1人だ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な。奇妙な友情すら感じるよ。不过最后吊爷还是夺取了初代乔的身体，但因为第2部有柱之男这种究极生物，吊爷可不想成为他们的小面包，便在海底苟了近100年。而到了第3部，卡斯去了太空思考人生，终于有3个小面包把吊爷打捞上岸，还好是夜里开关，否则第3部就直接大结局了。之后吊爷的小迷妹恩雅婆婆在老板那里买来了重建，成功让吊爷觉醒替身世界。 The World 時を止まれスタンドパワー。可这次的敌人不再是那个绅士的初代乔，而是老流氓加不良少年，爷孙俩还是挂逼，不仅同样力速双 A， 还能在实庭中行动。不过吊爷还是凭借着强大的硬实力打死了麦于强。为了检验对方是不是装死，吊爷又是小猫蹲，又是趴在地上听心跳，这就是100岁老人的智慧。可麦于强太无解了，竟然能想出让替身捏住心脏的办法，然后吊爷就被白金之星一拳打得脑洞大开。てめえが時を止めようが、このまま頭を打ち抜かせてもらうぜ。ディオ。吊爷估计在想啊，合着就跟我的头过不去了呗。之后他靠着100岁老人的智慧逃离战场，吸收了2乔的血，将石庭拉到了9秒。本来是随意打的局，结果吊爷飞浪，石庭9秒，他用7秒去找压路机。看来吊爷还是没做好备案，不知道2乔是再局杀手吗？更要命的是，成太郎这个挂逼觉醒了石庭，最终吊爷和他的塑料世界被一欧拉打爆。本来他还是有一线生机的，毕竟是吸血鬼的身体，可成太郎跟一般主角不一样，他会补刀啊，直接让吊爷沐浴在了阳光下。好在是荒木老贼在彪马野狼中又整出了平行世界的吊爷，同样的出身寒微，被富豪收留，有反社会人格。不过迪亚哥不比吊爷恶的那么纯粹，最后跟大总统的决战中，1A 的害人野兽硬是压着5A 的第4C 打，还差点干出大结局。结果大总统把战场转移到了铁轨上，一招火车来了，让迪亚哥断成2截。而为了消灭平行世界的迪亚哥，露西又砍下了基本世界迪亚哥的头，千里送人头，利用第4C 同性相吸湮灭原则送走了平行世界的迪亚哥。果然所有迪奥的脑袋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至于最新的来财小伙乔迪奥，毕竟是当上了主角，应该会有好结局，因为把主角写死可是漫画家的大忌，是不是荒木老贼啊？好了，以上就是迪奥脑袋的奇妙冒险了，欢迎各位教厨评论区指正。